你先看荧幕，这是两个 AI 回答的不同结果，有看出什么差别吗？左边回答像新人第一天交的作业，右边同一个问题读起来像年薪300万的顾问写的，两边用的是同一个模型，差在哪儿？就差在你上面打的那段 System Prompt。今天教你两个东西，一个是用 A/B 测试，60秒测出哪段 prompt 比较强，不用在那边猜了。另一个 Haiku、Sonnet、Opus 三个模型，我直接跑给你看，什么时候该花大钱，什么时候 Haiku 就够了。看完你自己就会判断。看完这支影片，你用 AI 的效率直接翻倍。先讲一下 Workbench 是什么。你平常用 Claude 是不是只会在终端里对话 ？OK， 那当然可以。但如果你想要调 AI 的行为，比较不同写法的效果，或是选出最适合你的模型，你需要一个实验室。Workbench 就是这个东西。打开这个网址，在左边的菜单找到 Workbench， 点开它就什么都有了，不用装软体，不用写 code， 开浏览器直接用。界面就3块，超简单的。这边是 System Prompt， 就是你给 AI 的角色设定书。这边 User Message 你要问的问题。右边 Sidebar 是参数、模型、温度那些等等会动到。那环境认识完了，我们直接上手。为什么你该学会测 prompt？ 你一定干过这种事吧？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分享一个超猛的 prompt， 复制贴上一用，结果普普通通的，太正常了啊。prompt 好不好跟你的具体任务有关，哪有什么万能公式？所以聪明的做法不是去抄 prompt， 是学会怎么测。A/B 测试，写2版，同一个问题丢进去，看谁 output 比较好。做产品的人本来就天天在搞这个，今天你也可以拿来测 prompt， 但里面有个超关键的美角，等等示范完你就知道了。假设今天的任务是让 AI 帮我写一段 YouTube 影片的开场，先来写2个差很远的 System Prompt， 让你直接感受一下。版本 A 超阳春，就一句话，连风格都没写，受众也没涨，蛮多人其实就是这样在用的，对吧？那版本 B 我把所有细节塞好塞满，明显比版本 A 详细了很多。那现在在两边都打同一个问题，请写一段关于 Excel VLOOKUP 函数教学的影片开场，30秒以内，同时送出。等待几秒钟以后，我们再来看看2个不同的提示词的输出结果到底有什么差距。好，结果出来了。先看看版本 A， 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表格里有几百笔资料，却要一笔一笔手动找对应的数值，不只浪费时间，还很容易出错。总的来说，能看，但就是平平的，那种你在 YouTube 上会直接划掉的开场，没什么记忆点。那我们再来看看版本 B 的结果。你有一份3000笔的客户清单，老板要你在1小时内比对出哪些人还没付款，你现在怎么做？一笔一笔找。学会 VLOOKUP 之后，这件事只需要8秒。今天我只教你一个函数，但它会让你从此告别手动比对，永远。哎，你看，开头就有一个好奇心缺口，30秒内告诉观众能学到什么，还附了画面提示，这个直接拿去拍都行。同一个模型，同一个问题啊，差别只在 System Prompt。但这边有一个问题，版本 A 跟 B 差太多了，角色定位、创作原则、受众描述、输出格式，一口气全换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改动让它变好的，是受众描述有用，还是创作原则，还是输出格式？我不知道啊。这就带到 A/B 测试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一次只改一个变数。做 A/B 测试最关键就这句，每次只动一个地方。刚才的大对比是让你感受差距用的，但真正要优化 prompt 的时候，你得一层一层往上叠，每一层只加一个东西。刚才版本 B 里面改了4个东西：角色、创作原则、受众、输出格式。时间关系，我挑2个最常用的来示范：受众描述跟输出格式。方法你学会了，其他的自己可以测。拿版本 A 当基础，这次只加一行目标受众，其他不动，就多这一行而已。一样问 VLOOKUP， 然后送出。先等几秒钟看看输出反馈。哎，你看，就加了一行受众描述。Output 的语气跟用词就不一样了耶，他开始用比较专业的口吻，不会写那种太花俏的东西，所以加受众描述这个改动有效。确认了，盖章。OK， 有效的东西留着，再往上叠一层。
这次在 B1 的基础上加输出格式送出，继续等待几秒，看看模型反馈质量。你看对吧？这次 output 就多了画面提示跟旁白的分隔，你拿去拍片的时候，哪段该录什么画面，一目了然。你看这样一步步叠上去，每一层改动的效果清清楚楚，不是一口气改5个东西，然后跟自己说，好像变好了。那你下次遇到新任务，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调啊？除了一次只改一个变数，再跟你讲2个小东西，同一个问题至少跑3次。AI 每次跑出来的结果都不太一样，对吧？因为它有一个叫 temperature 的参数会加入随机性，跑一次根本不准，多跑几次看整体表现，这样才准啊。换不同问题交叉测，一个 prompt 在 VLOOKUP 赢了，不代表讲 Python 也会赢啊。多换几个主题试试，确认它是真的通用，不是刚好蒙到的。OK， prompt 的部分搞定了，但你可能会想，那模型呢？同一段 prompt 丢给不同模型，结果差多少？这个就更好玩了。Claude 现在有3个等级的模型 ，Workbench 右边的下拉选单，你会看到好几个选项，有新有旧的。我们今天就挑最新版的各一个来比。Haiku 最快最便宜，简单任务项分类，抓关键字，格式转换，它就搞定了啊。你可以想成一个反应超快的实习生。Sonnet 速度跟品质最平衡的。也是 Claude 最常用的预设模型。老实说，大部分日常任务 Sonnet 就很够了，CP 值超高，就是你的全能型员工。Opus 最强的那个，比较难的推理，比较深的分析，靠它。不过速度慢一点，价格也最贵，算是你的高级顾问。那什么时候该用哪个？不用猜，跑一下就知道了。第一个测试，简单点，做个翻译任务，3个模型跑一遍。你会发现这种有标准答案的任务，3个模型的 output 品质几乎一样，那你干花 Opus 的钱 ，Haiku 就搞定了，还快3倍。但复杂任务就不一样了，来个有挑战的复杂任务，策略分析。你是一位资深内容策略顾问，请根据以下 YouTube 频道数据分析问题，并给出具体的改善建议。这次不同模型的输出结果差异就比较大了。先来看看 Haiku 的模型结果，有回答啊，但比较表面，像在套公式的感觉，每个建议都对，但不够深。Sonnet 分析就到位多了，它能指出观看时长偏低，代表内容结构有问题，建议也蛮具体的，可以直接拿去执行。Opus 这个就厉害了，它不只分析数据，还会交叉比对指标之间的关系。它跟你说 CTR 4.2% 不算低。但观看时长只有 32%， 代表标题有吸引到人点进来，但内容没有留住人。问题出在影片前2分钟的结构，这种洞察就是 Opus 的价值啊。所以什么时候该用哪个模型？如果你的任务有标准答案，翻译、提取、格式转换这些，直接Haiku快又省。那如果需要理解上下文再产出东西呢？写文案、回 email、整理笔记Sonnet 就很够了 ，CP 值最高。真的要深度思考，做比较复杂的分析、策略规划、多步推理那种，那就上 Opus， 这个钱花的值得。不确定的话，就从 Sonnet 开始，跑出来觉得不够深，再切 Opus 就好。先省钱，不够再加，这样最聪明。OK， 今天讲完了，帮你快速 recap 一下 ，prompt 怎么调，用 Workbench 做 A/B 测试。一次只改一个变数，一步步往上叠，每个改动带来什么效果你都看得到。好的 prompt 不是抄来的，是这样测出来的。模型怎么选？简单任务 Haiku， 日常任务 Sonnet， 复杂分析 Opus， 不确定先 Sonnet， 不够再升就好。对了，补充一下 console 里面其实还有一个 evaluate 功能，可以做更系统化的 prompt 测试，有兴趣的自己去玩玩看。这2招学起来，你用 AI 就不是在碰运气了，是真的有方法在调的。觉得今天有学到东西的话，帮我按个赞，订阅一下，小铃铛记得打开，下支影片见。